上苍有眼，天佑我族。属下坚信尊上会重生。这500年来，无数次潜入五岳亭，只为寻找倾城和尊上的下落。最后一次潜入之时，还被广为那个老匹夫所伤。好在趁他的爱徒岳彩玲追击我之时夺了他的舍。在陆公镇疗伤之时，我总算得回了尊上，真是太好了，尊上。所以，当日在陆公镇外石洞，你已经认出了我。噬骨蝶是你，送风入魔，也是你所为。雷修远，你居然是清醒的！你明明中了迷魂丸的呀！区区迷魂丸，也想控制我？属下从未想过要控制尊上，只是希望尊上想起自己是夜叉。我这一生只是雷修远。我不明白，当人有什么好？尊上还想着能与剑母长相厮守吗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只想当人，当这世间最平凡的人。我承诺过大哥，食言了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背信。罗刹，你3番5次挑起事端，这一次我留不得你了。饶命啊，尊上！饶命啊，尊上！江丽妃被翠璇抓走了，他们一定会杀了剑木，就像1000年前一样，肢解他，分尸他，直至他魂飞魄散。尊上，你不是自诩仙门第一人吗？怎么还要我师父的森罗大法？我明白了，没了小千世界，没了那些死不瞑目的魔灵，你就没办法修仙飞升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我死都不会给你。那就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你囚禁我师父，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私欲？住口！本座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仙门大业。吸摄魔灵，残害同门，也是你的仙门大业。你说，他们要是看到你杀了我师父，看到小千世界的累累白骨，还会不会信你的鬼话？小千世界已经被毁，你说的这些，根本无人会信。是，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我师父说，这世间最是公允。什么公允？什么是公允？有了剑木之石，便有了无穷无尽的灵气。待本座功法大成，修成仙身，本座的所言所行，就是规则，就是天道。哼！你师父就是太天真了，
居然相信天下还有报应之说！你有什么资格一再提我师父？别挣扎了，这锁灵链连你师父都挣不开，你又如何能挣得开呢？师父，别动！你利用我师父对你的同门情谊，还将他骗回，囚禁在小千世界，百般折磨。他可是你师兄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是他先对不起了我。当年我被夜叉重伤，身为同门的他，却不用剑木和魔灵为我疗伤，而一心想建什么异民墓，还将魔灵封印。身为同门的他，又何尝念及我们同门之情？那是他不愿你走上邪路。走上邪路的是他，他心向海外，叛出师门，害得我们这些师弟自生自灭。我曾那么信赖他，可他都做了什么？背叛师门！我恨他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，到死他都不知道回头。度量狭小之辈，永远不懂得所谓海纳百川，悲悯苍生。在你眼里，只有虚假不堪的小千世界，满心仇恨，常日只有猜疑防备，还妄想掌握天道，可笑！又怎样？就算倾城把你藏得再好，你剑木最终还是落在本座手里。只要本座将你炼为炉鼎，祭摄你的灵气，便可成为天下第一。届时，一统仙门，剿灭魔祖，重新制定这世界规则。正所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师兄，数十仙门硬闯山外结界，说是要看剑幕。他们怎么知道剑幕的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只守这天？你师父定是在为那帮邪门烦心吧？怎样？商议出瓜分我的方法了？明日辰时，待公审后，自然有处置。小师妹，当初让你做我的道侣，一同双修，可你百般推辞，没想到今日却竟落到这般田地。我还以为师兄不忘旧情过来探我，原来是看我笑话的。自然也是有些旧情。若小师妹回心转意，师兄或许可以带你离开。
我身上这东西，你能解开？看来你我注定无缘。既然事与愿违，倒不如将你的灵气分写给师兄我。你也想吸食我的灵气？反正师妹在劫难逃，留个念想给师兄吧。也罢，与其便宜翠雪那老贼，不如分给你。毕竟你之前待我还不错。放心，师兄会很温柔，不会让你吃一点苦的。师兄，你多虑了。我现在被锁灵链困住，动弹不得，不必顾虑这么多。你想用灵犀来对付我？哼，师妹果然狡猾呀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用点心机算计我。既然如此，就莫怪师兄无情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想要借木之力吗？给你。李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没用的。我再试试，会有办法的。即使是吴月婷的法宝，都无法将这锁链打开。我看你们还是省省力气吧。哼，无用的蠢材！看在沈先生的面上，本座先不杀你们，留着你们好好的陪他走最后一程。我连累了你们，其实我是剑木嘛，我们知道，在端头的时候我们就猜到了。童中和修言肯定也知道，不然不会让妙清替你。我连累了太多人，可怜你们早就知道我身份，你们就不该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大家年少相识，一路相伴，难道只因你是剑木就不再是我们的伙伴了？怎么，剑木仙子是瞧不上咱们，觉得咱们不配做你的伙伴了呗？我们永远都是伙伴。我只是……别担心，你师父和师姐都在想办法，一定可以把你救出去的。修远呢？我听说他被魔族劫持，会不会有性命危险？应该不会有危险的。以雷师弟的修为心智，一定能逢凶化吉。可是你怎么办？明日仙门公审，众目睽睽，还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对付你。我等的就是公审。我去熬药。你不打算救他？我现在还不能死，但他把你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，你呢？
也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嘛。贪生有什么错？难道你不贪生吗？连性命都不珍惜的人，活着有什么意趣呢？是，花仙甘心为魔君奉献牺牲，可他们依旧生生世世逃不过你死我活的结局。死了的人倒是一了百了，心安理得。可是活着的人呢？你不明白，最重要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，甚至亲手送走知己，那得多绝望！卢大哥死之后，他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有我陪伴，彼此遮蔽风雨。可如今，你却想让他将我吞噬。等他醒来，他该如何自处？我不太知道，你是想让他活，还是想让他死，或者生不如死？我才不要他面对这一切，但这就是你们的宿命。我不信什么宿命。我师父说了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一定是或者不得不，只有我想要。重要的是自己的选择。我想要跟修远一起贪生，那就一定能想到办法一起活下去。那倘若你们无法改变呢？真到那时候，那就痛快点一起走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李妃，啊，你醒了？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你先喝药，先坐下。等会儿陪我去给老头立个碑，他喜欢睡觉，咱们选个天天能晒太阳的地方。李妃，别多想，凡事都能解决的。先喝药。好。哼！这个妖女给的东西你也敢喝？师傅，哎呀，别提了，你们都干什么了呀？你翠玄师伯误以为你们是魔族的奸细，非要让我们把你们带回去验明你们的身份。与魔族有关系的人是我，不是李妃。要抓，就把我抓走吧。你老广，我求你了，你先别动怒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你看修远，都病成这样，你以为他们还能跑吗？哎呀，这真跑了！你干的好事儿！哎，那就再找嘛。这悬崖下有藤蔓，你先下去，到钢华之境等我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你干什么？修远，不要入魔！听你师父的话，好好活下去。雷修远，你个自以为是的混蛋，为什么每次都自作主张？为什么要放弃？老广，这可是你这辈子收的最好的徒弟了，你亲徒弟。你下手别太重啊！我找我徒弟去了。李妃，李妃，
李妃，李妃，萧远，你真的会魔功？哪儿学的？难不成是那白崖的异民墓？弟子也是异民，自海外而来。不可能！出封书院时，我探过你的灵根，却是凡人的血肉之躯。师父从未去过海外，怎知异民没有血肉之躯呢？住口！我见过那些异民，尽是凶残嗜血的妖畜魔物，他们不是人。只因我们相貌和你们的相貌不同，举止有异，便不是人吗？你是说，我倾尽心力教出来的，居然是我中土仙门恨之入骨的仇敌吗？师父，这世间的道理便是过刚易折，唯有我吴越庭的功法，刚柔并济，方能长久。你可愿来吴越庭？弟子愿意。过刚易折，刚柔并济，多谢师父收我为徒，悉心教导，弟子终生不忘。弟子不孝，请师父收回馈赠。你是我教出来的，怎能让你成为我仙门的大敌？长老，助我尊上断绝陈念，重归我族。李妃，老公，李妃没找着。修远呢？没反应，应该没事。倾城是你什么人？东海漫山时行，沧海漫漫，吴越庭倾城，清秋日炎河流。原来师父就是倾城。
剑幕之力，无人能挡。幸得好友日炎相助，斩其双脚，重挫幕中。欲以森罗大法阻止魔君焚毁剑幕，不意夜叉回复化音，剑幕之时仅剩残息。然草木何故？欲决一穷一生，钻研此物，寻解海陨浩劫之道。其后100年，欲与日炎走遍千州万岛，始终未能查明海陨由来。且因海外灵气稀薄，夜叉倾国无法生长。我2人也因与夜叉鏖战，伤重难愈，修为大减，遂返回中土，前往日炎故乡青丘隐居。数十年后，始终未有变化的果实终得化灵，灵气平平的甘华之境，也因其催生灵气。直到归至青丘300余载后，庚午年12月念午夜半，果壳忽裂，那里竟有一女婴，仙姿玉质，天生灵秀，人也，非人也。此女乃天所生，自身灵气可催无穷灵气，更可吸收旁人的灵气。若是善加利用，必可以助我们提升修为，天下无敌。然剑幕重生，与人间婴孩无异，为免其重入浩劫，余决定将其抚养成人。奈何夜叉有喜此美，恐宿孽难消，于心甚忧，设下护生相克3道封印，送其离开。有了这3道封印，他们将互为牵制，今世远离，足以摆脱宿命，万无一失。忘却前尘，远离纷争，好好的做个普通人吧。高卢雷大人乃于挚友，余为高卢设下护国法阵，他亦承诺护此子周全。